你是否曾经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在梦中就是回到过去，然后改变曾经发生的一切，那你最想改变什么呢？甚至嗯，呢，你可以回到过去，然后修复呢你最想要改变的那一个关系、那个事情、那个伤痛，改变那些场景。哇，听起来有没有很像是科幻电影？这个呢，就是我最近发生的经历。哇，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所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。前几天呢，我还是一个清醒梦的小嗯，白。那什么是清醒梦呢？清醒梦也是所谓的清明梦，那也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意识在梦中控制我们自己的梦。那就只是练习了几天，我在上一个影片分享的小秘诀之后呢，第4天，哇，我竟然成功了！让我非常非常惊喜的事情是，我竟然在梦中改写了过去。哇，这真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因为我没有想到竟然可以达到了。但是呢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练习控制梦呢？为什么要做这个清醒梦的练习？它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嗯，助？它不仅可以帮我们探索我们的潜意识，它可以帮我们解决现实中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，譬如面对恐惧，学会更勇敢，回溯过去，修复内心的伤痛，增加我们的创造力，解决我们生活的难关。哇，透过梦境，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自己，探索自己的潜意识，然后呢，也实现自己内在的成长。所以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这个超神奇的经历，并且教你如何透过个小秘诀来完成清醒梦，并且发掘自己控制梦的超能力。记得看到最后，特别是最后一个，这个呢会告诉你如何用这些方法，让你在梦中保持清醒，甚至改变现实。我是阿丽娜，在灵性学习呢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，我协助超过500位同修疗愈了童年内心的伤痛，找回了内在的力量。今天呢，我会带你了解清醒梦的核心理论，还有练习的方法。如果你对灵性成长、梦境控制非常的有兴趣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呢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分享更多在梦中的神奇秘密，帮助你探索潜意识的无限可能。在对于控制梦这件事情，我还是新手小白，只是呢，我刚好练习的第4天，我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呢，一开始场面非常的混乱，房间里呢有7、8个人走来走去，感觉非常的杂乱。室内有散落一地的杂乱的物品，然后我看向窗外，漆黑黑的一片，我可以感受到风呼啸而过，然后有几个人呢拿着晾在衣架上的衣服，他们想要挂在窗外，却因为风太大了，所以呢他们最后选择放弃。突然呢，场景一转，我看到室内有2个人，他们呢手上拿着2个陶瓷娃娃，那这2个陶瓷娃娃呢，可能大概到我的膝盖一样的高度，他们就轻轻的将娃娃放在了地上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陶瓷娃娃突然好像瓦斯气爆一样，砰！那一瞬间，这个破裂的声非常的刺耳，刺入我的耳膜。我感到一阵很深很深的恐惧，好像某种很重要的东西随着这2个娃娃破裂而消失。我甚至感觉到那个恐惧的感觉，让我的心揪成一团，甚至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好像心跳已经停止跳动了。这个无助的感觉让我感到非常的窒息。然而，就在我感受到这份强烈恐惧来袭的时刻，突然，好像有一个钟声敲醒了我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天哪，这是一场梦。我在梦中，我在做梦，我可以控制它。我开始不断的告诉我自己，我在做梦，我在做梦，我要停止它，我要停止这场梦，而且我一定要改变它。也就在这个瞬间，我突然感觉到我的3眼好像亮了起来，突然这个光亮好像可
照亮整个黑暗的宇宙。这一股坚定的信念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持续对自己说，这是我的梦，我可以控制它，我一定要控制它，我要停止这一切，我要重来。这强大的信念竟然颠覆了我的认知，我仿佛是一个电影的导演一样，我好像是导演兼编剧，按下了这个倒带键，瞬间时间线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刚刚陶瓷娃娃还完整如初的那个瞬间。哇，我觉得太神奇了！我没有想到我的意识竟然可以回到过去，而说时迟那时快，原本在我膝盖高度一样的陶瓷娃娃，瞬间长到我的肩膀一样的高度哎！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那一刹那，我知道我还在我的梦中，我意识到，哦，原来这两个陶瓷娃娃就好像是我们的内在小孩，就是刚刚那两个人的内在小孩，他们内心其实非常的脆弱，因为过往的伤痛没有疗愈，但是因为我用意念控制了他，我说我要恢复过去，我要回到过去，我要修复他们，所以那光芒照亮了他们，修复了这两个陶瓷娃娃，也让他们成为了更坚强的存在。原来只是膝盖高的那个小娃娃，瞬间哇，跟我一样高了哎！我回头看了他们，我感觉到他们不是那个脆弱易碎的陶瓷娃娃了，他们是坚强而有力的存在，就在我的身边，仿佛他们就对着我微笑一样。哇！这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过往曾经受伤的内在小孩，好像被疗愈了，他们的内在力量被重建了。这个光芒修复了他们，疗愈了他们，也给他们重新找回内在的力量。这个梦呢，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启示：其实每个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同时存在的。那透过这个梦境，我们可以修复它，我们甚至可以改写历史。在灵性层面，每个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其实都已经同时存在，所以只要透过我们的意识，我们可以改变过去，就可以创造新的未来。你可能会想问，所以这个清醒梦听起来像是一个魔法，哇 ，it's a magic。但是它真的可行吗？事实上呢，清醒梦有着科学的根据。当我们进入梦境的时候，大脑其实还是持续活跃着，特别是和记忆还有我们的逻辑有相关的部分。那透过呢练习清醒梦的技巧，譬如说，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检查，还有呢，我们写下我们的梦境，我们每天记录。我们可以训练大脑在梦境中保持清醒，然后呢，就借由掌控梦境改变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现在开始试试这个，我会跟你分享5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开始呢，在我们的床边放下一个日记，每天一醒来的时候，开始帮我们的日记做一个记录。第二个呢，是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随时检查一个习惯。什么是随时检查的习惯呢？我们要时常的问自己：我现在在做梦吗？我现在在做梦吗？就是透过不断的确认，现在是现实还是在做梦。然后呢，可以数一数自己的手指有几根，因为在梦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数到我们的手指。然后呢，或者是我们看的环境有没有文字可以阅读。其实在梦中我们是看不清楚文字的，或者有没有时钟呢？在梦中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习惯的练习，就会逐渐的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自己现实还是在梦中。第三个呢，是我们要在睡前呢冥想，而且呢入睡前要设定意图，我们要放松我们的身心灵，然后呢睡前要进行冥想，而且是呼吸，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，我要做梦了，我
要在梦中控制我的梦，我要在梦中控制我的梦。其实我就是这样告诉自己几次，我就成功了耶。所以我们大脑是可以接受我们这样的催眠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运用三眼这个地方，想象第三眼充满光，充满力量，然后有一束光可以透出去，可以射出去，可以照亮你的梦境，可以改变一切。所以把你的梦境现实化，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，你想象你要去到哪一个地方，然后越具体越好。譬如说你要去哪一个地方旅行，去那边玩，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回到一个过去一个时间点一个场景，然后去修复它。所以这个场景越具体越好。那也可以呢，在床边放上助眠帮助清醒梦的水晶，譬如说是紫水晶、拉长石，这些能量都可以提升我们的频率。而且呢，可以伴随528赫兹或432赫兹的音乐，这些音乐的频率可以帮助我们大脑更容易进入清醒梦的梦境状态。第四个，我们要运用 MIND 技巧，这个就是清醒梦的诱导法。就是呢，我们要回忆梦境。我们在醒来之后呢，我们要认真的回想刚刚做了什么梦，然后呢，亲身跟自己说，下一次我要重新回到这个梦中。那当我在梦中看见这些场景的时候，我会知道我在做梦，可以每天反复这样提醒自己，所以潜意识就会开始留意梦中的线索。那第五个呢，是尝试 WBTB 技巧，这个呢是中断唤醒法。科学研究显示，每个人呢每天晚上会做4到5个梦，那其实最容易记得的梦会是在第5个小时到第6个小时，所以可以设定一个闹钟，是在入睡之后的5到6个小时响起。醒来之后，保持大概10到20分钟是清醒的，可以去上个厕所，喝个水，然后就是看看书，再回到床上。我们要专注在清醒梦的梦境，告诉自己我接下来会在我的梦中保持清醒，然后就在很舒服的环境之下重新入睡。这样子你就可以带着控制梦境的意念，更容易去达到你有效的控制你的清醒梦。其实呢，清醒梦有一些特征，就是当你开始练习之后，有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很常见的清醒梦的迹象。譬如说，怎么这个场景的颜色跟现实好像不太合逻辑，那就代表我是在梦中哦。然后呢，或者你会感到某些物品的重量或感觉不真实。譬如说，我们在现实可以跳，在梦中可能跳不起来。而且呢，你在梦中突然会有一种我现在在做梦这样的感受。所以你只要持续练习这些方法，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在梦中保持清醒，而且你就逐步可以拥有控制梦的能力。如果对这些技巧有疑问，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，一起讨论。那你是否也曾经在梦中有体验过非常神奇的事件呢？或者是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梦，甚至改变了你的生活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梦境故事，我也很想要知道你们的梦哦，因为很多人的梦都是很神奇的。梦境呢，是心中的镜子，也是灵魂的语言，是潜意识最深处无法表达的感受。当你学会控制梦之后，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。如果你今天呢影片有收获或学到一点东西，请为我们一起付出的时间点个赞吧。那如果你喜欢灵性学习成长，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在下一次分享错过咯。那下一期呢，我会跟你分享生命剧本是你写的，你怎么可以忘记呢？这个主题有没有很想知道呢？所以要记得订阅哦，才不会错过我的分享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，要记得帮忙转发，还可以增加你的好业力哦。我是阿丽娜，为你带来宇宙的讯息，让我们一起在爱与光中相遇。